嗨，大家好，我是永远把你们的梁欢，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40期。这一期我们还是继续之前的那个系列，是什么毁掉了你的歌？然后这期我们讲的主题是，你听不出来的失真篇，就是你听不出来的小失真，往往可能伤害甚至毁了你的歌。然后失真这个东西，它在过去这些年来是一直存在于我们的音乐作品里的，尤其是在摇滚乐时代，它特别不一样，它是一种针对于吉他这种乐器一种大家特别追求的一种听感，它会更脏，对吧？或者说有些人可能如果是轻微的话，大家会觉得它更暖，就是所谓的这种饱和啊哈。然后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当音量超过了那个 peak，超过了那个 peak，超过了峰值，然后有一些，你如果从频率端的角度来理解它的话，就是有一些斜频产生了，所以它这个声音听起来更丰富了，或者说更脏了，滋滋的。如果它那个失真量特别大的话，就是那些中高频就新的频率出来，它肯定显得很脏，对吧？这就是失真的原理。在摇滚乐里，它几乎是必备的一种听感。然后，但是在电子音乐里，或者说后续除了摇滚乐，其他的音乐里，由于这些年来大家都在追求一个东西叫大响度，响度越大，大家听到的歌就会倾向于认为它越好听，对吧？尤其是好多歌放在一起，就比如说你在流媒体平台听歌的时候，几首歌放一块出来，然后你一首一首的听，然后听到某一首音量特别大，响度特别大，你会倾向于认为这首歌更好听，这个是人耳的机制决定的。对，这为什么后来就有了响度大战，也就有了流媒体平台，就推出 LUFS 这些方案来限定响度。虽然他们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之类等等啊，我们不探讨那些问题。这节课我们就来探讨，sorry，不是这节课，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失真会给歌曲带来的一些损坏，就是在一些非摇滚音乐的歌曲里，好多的制作人、混音师、母带师，他们还是在追求大响度，而他们的无论是耳朵还是听音设备还是训练之类的，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没有听出来有一些过量的失真产生了，让声音变脏了一点点。但有一些耳朵很刁钻的人可以听出来，就比如说像我这种人，就经常能听到一些在很应该去保持干净的歌里边产生了某一个地儿的某一个乐器的某一地儿，它的失真过量了，然后那地儿声音特别脏。对，就这种情况你经常会听到。当然了，制作人当然可以为自己辩护说，我就是在追求一个脏的质感啦。Come on，你骗骗傻逼还行，但是你一歌从头到尾一直都维持一个绝对干净，然后忽然有在那0.5秒的时间里，嚓一声，那一地儿，对，就忽然脏了，然后瞬间还有没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如果你要刻意追求一种暖暖的质感，那种失真的质感的话，你的每一样乐器肯定都不是那样的音色呈现嘛，对吧？我们其实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糊弄万行还行。当然，这个里边也有，比如说像大张伟这样的人，就属于在那儿就糊弄听众的。那没办法，我记得他当时是代言了一个什么音乐产品来着，然后他就说到了什么饱和会比压缩，就以后大家都再也不用压缩了，饱和厉害什么之类的，就是他完全不懂这俩东西分别是在干啥的，就只是觉得说啊，我用了，我得展现一下我用过这东西牛逼，这是10多年前的东西了。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真的是在干啥，你就纯粹是不懂，然后你又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就讲出来，而且用一种特别炫酷的方式讲出来，就会让不懂行的制作人们年轻的制作人们就被他误导。所以千万不要成为大张伟，方方面面不要成为大张伟。OK， 我们来做一个示例好了，就是失真这个东西，我这儿有个鼓啊，就假设说这个鼓就是我们最终的全曲，我这首歌就是一首鼓的歌，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全曲，这已经是我30多个鼓话筒，然后最后全录出来的样子。假设它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它现在已经爆了，对吧？就是它已经是超过了这个 peak volume 的2个 dB 还多了，它已经爆了。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我们会上一个 saturator，
saturator 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地方，这个 soft clip saturator 它是一个 XY 轴，它其实是一个 wave shaper。虽然我们不知道Ableton 的 saturator 默认的 wave shaper 它的 X 轴跟 Y 轴的对应是什么，但是总之你要知道，就是其实它比较关键的是这个地儿 soft clip。这 soft clip 如果你不点的话，我们把它点成 off， 它该破还是破。对吧？它当然有一些 XY 轴已经有一些对应的变化以后，它的整体的音量降低了一些，它更晚破音了。因为你看我们不加 saturator 的时候，它的 peak volume 都到2 dB 多了。我们打开 saturator， 然后 soft clip 选 off。1.36，那就相当于 peak volume 降了1个 dB。然后如果我们点开 soft clip， 哇，就特别不一样了。你会觉得万岁，我的声音不破了。这大张伟难道不是说对了吗？这不就是一个压缩吗？那不是这样的。我们上一个压缩，我们对照一下它为什么是错的。没有必要，我忽然觉得我这样做有点没必要。我们讲究一点啊！我们既然要做，我们就把它讲究一点，我们可以多传授一些知识点。然后由于这个鼓组，我们要追求瞬时性，所以我们把这个 attack 推高一点，30或者10都可以，我们推到最高吧。然后你稍微一起推高 loop compressor 的 makeup， 它立刻就爆了，对吧？不一样的听感不一样的，然后你这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再上一个 limiter， 对 ，OK， 对，其实都不是一回事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详细跟大家讲，这个 soft clip 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到这些地方，比如说这声到这儿马上就要爆了，上面这2条线是它的 peak。然后马上到这儿的时候，马上要碰到它的时候，它把这些已经碰到的点这样一下，做一个类似这样圆滑曲线的处理，让它更晚破音。所以代表着什么？那我们点开 soft clip 以后，它不破了，对吧？但它不是还有负0.几 dB 的？你不用怕，你加1 dB 它也不会破。对吧？2 dB 它都不会破，它要破的时候，它就会给你稍微那样一下。然后，我觉得5 dB 可能都不会破吧，试一下。对，5 dB 也没有破。刚才破那下是因为我的这个话筒的音也在这儿。对，但6 dB 我觉得可能就会破了吧，试一下啊。牛逼！我试10。我操！对，也没有破，这是我后续我说话的时候的那个话筒的声音让它破了，太屌了！我试10吧。终于破了，我操！对，这个 soft clip 就是这样，但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失真，对吧？饱和推过度，尤其是你开着 soft clip 的情况下，它就会带来过度的失真。而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只看这种表的人，就是有一些制作人他是只看表的数值的，那么失真产生了，你还是听不出来，那就问题来了。刚才我在试的过程中，我其实推到6的时候，我已经听到失真能产生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我们可以一块试一下。就是第一下，这个失真还挺明显。我把它这样推一下，能听出来吗？我估计到12的时候是最明显。这样，我们从12开始听，12还明显吗？我一步步往回，这时候失真大家是能听出来的，对吧？
9也很明显，到8我估计可能有一些制作人就会听不出来了。OK， 到4我就听不到了。5其实还有一点点，5的时候其实还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实根的听感。那问题来了哈，假如说有一些制作人他听不出来，他就一下，比如说他就推到12了。我们举一些极端的例子，这样比较好。然后好，这首歌他啪啪就是多少轨道以后，他全弄完了，弄成这样了。然后他在中混端的时候，他要做到一个什么呢？我全混到平衡以后，我要把所有的音量都去减6 dB， 以达到 peak volume 是-6 dB， 然后生成一版peak volume -6 dB 的这么一个版本，这么一个 audio， 这么一个音频文件，然后我来交给母带师，因为讲究的母带师要求的都会是peak volume -6 dB 的32 bit 44100的这么一个格式的版本，对吧？所以然后他就会去这样，这儿减6 dB。母带师看到这样的音量就会很高兴，就会觉得 OK， 终于碰到懂事儿的混音师了，不会给我的工作增加过度的麻烦。然后我有6个 dB 的 headroom 的话，我就有了更多可以去操作的空间，尤其是压缩啊、动态啊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做更多。还有那个瞬时性啊，这些对于母带师来说，他会比较希望能有这样的东西，他有更大的空间去处理，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往往也会跟混音师做出来的就会比较不一样，对吧 ？OK， 但是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么一个逻辑啊。虽然你生成的是母带师绝对欣赏的这么一个音量，但是你的音色是如何的，母带师有可能就不欣赏了。如果这是一首摇滚乐时代的歌曲，母带师听到这样的听感，他会觉得说 OK， 这就是那种追求噪的摇滚乐队呗，我有可能会把它的失真再给它加一点呢，再给它放大一点，通过 EQ 的方式把那个频段稍微再提一点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如果这是今天，对，这不是20年前，这是今天的母带师听到这样的-6 dB 的中混，他有可能他第一时间会反映的是，这是不是一个听力不够好的混音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他已经有失真了。注意啊，并不是说真的是这个版本，我是为了做示范，让大家能听得更清楚。那因为其实我在5的时候，我都还能听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母带师是很有可能会听出来。一会儿我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对，他自己会嘀咕，就是说这是不是这个制作人他耳朵不是很好使，已经有失真产生了，但是他听不出来。那这种失真我到底要替他保留，还是要给他消掉？那如果要给他消掉的话，那就意味着说他肯定要上大量的动态 EQ 去一点点的去扫频扫出来，然后往下去压，一点点试。然后好多时候试的结果不理想，因为你的中高频不仅仅是有这一个轨道，你的中高频可能还有其他的，你还有 hi-hat， 你还有吉他的一些混响的声，你还有吉他一些高频的一些泛音，一些谐频之类的所有的东西，那样它可能切不干净的时候，它会直接上个 EQ， 给你很窄的一个 Q， 然后啪往下压，你整首歌的频率就被改变了，那个音色那一块的频率就缺失了，音色就可能会不好听了。但是没办法，那个母带师要来回的衡量，说我到底是要报什么。对，母带就是不停的，如果你的混音做得不够好的话，母带师就是在反反复复的想，是我要让这个问题暴露的更多一点，还是让那个问题暴露的更多一点，它是这么一个选择。那为什么说你几乎听不出来的失真，母带师那儿听得特别明显呢？因为你最后给母带师的是一个 peak volume -6 dB 的东西，对吧？但是在母带师那儿，他要加音量的时候，他在他最后那一轮放大的时候，他放大的可不是6个 dB。对，往往是要到9个 dB、10个 dB 甚至12个 dB 的。当然，这一切取决于他前面的操作。对，他前面他怎么去上那些前面的 pre EQ， 他怎么压缩？对，然后他又上了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有一步要给你加音量的，而且他那个加音量往往会加的，对，远远大于6个 dB 的，因为他又进行了一些额外的操作。这个时候，如果你就我们回到那个比较明显的版本，如果你这样，那都有，对吧？那
这是一切是很合适的，就是负6dB 的。我们假设模拟一下，我们模拟一下母带时呀，我们模拟一下母带时的工作。那对，它有可能会给你加12。你这儿只是减了6dB，它这儿加的是12dB。当然不好意思，我现在说话也都被这些都改变了。对，那这个失真在它那儿就展现的更明显了，对吧？这就是原因那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呢？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你不妨在这儿先把那6dB 减了。当然，你这减了6dB 以后，这儿它依旧是0，对，应该是0，因为有我说话的那个我麦的那个音量还没下去。对，因为它记录的是 peak 嘛。对，你如果想看它计时的话，你就点它一下就好了，在 A button 里。对，那如果它是6的话，其实6还有。那这样吧，我就干脆讲究一点。如果你要减6个 dB 的时候，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妨就先减这儿。都分别是什么东西很容易给你带来失真的 ？Saturator 的这个 drive，glue compressor 的这个 makeup，limiter 的这个 gain， 然后 utility 的sorry， 让我找一下这个 gain， 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容易让你去诞生失真的，这个尤为过分，对吧？尤其是你点开 soft clip 的情况下，那如果你说我要在这儿，我觉得它很合适了，我觉得所有的平衡，我这儿有30个轨道，啪，然后我全部都弄完了以后，每个都一起减6个 dB， 一切就完美了，就是我想要了。那在这种时候，为防有可能你有听不出来的失真，那些大音量的声音，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大音量的轨道，比如说你的歌曲里的鼓组、bass、吉他、sub，还有包括 chords。或者 lead 之类，就是基本上也就是那4、5轨吧。你一首歌里最重要的永远就是那4、5轨，那些特别想体现的，包括 vocal， 音量越大的轨道是越容易产生失真的，对吧？就这些轨道，如果你在降他们的这个 mixer 最后这儿的音量的时候，你不妨提前看看前面你的 utility saturator glue compressor limited gain。我觉得这俩相对我们可以去掉，其实最主要加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saturator 的 drive 跟compressor 这个压缩的 makeup， 这俩应该是经常容易一加就会加到10级的。对，像这种东西，你尽量就先给它减一点，然后再降，在不影响你听感响度的情况下，对，先减一下这儿。然后再去 mixer 这儿减个6dB 减个5dB。不，一般你这儿如果减了，比如说你从12减到了5之类的，这儿你可能往往就不需要减6dB 了，你减个3dB 就好了。但我们现在因为仅仅只有一轨在做示范嘛，所以我们这儿如果是-3的话，这儿也会显示-3。但是你做的时候，你30个轨道、50个轨道的时候。对，你如果这儿觉得我响度已经降了一些了，那我可能这儿我就降的稍微小一些，它最后合起来的时候，最终确保它的 peak volume 也是-6就好了。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耳朵可能没有那么刁钻，你又担心你听不出来的东西别人会听出来，那对，尤其是你碰到我经常听到一些歌的时候特别扭，就那一瞬间就有一个失真就是那个那种难受感，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你的一首歌的好心情就没有了。那就碰到这种情况，你想避免的话，主要的轨道，音量大的轨道，你在中混端 mixer 减6dB 之前，你可以先考虑在前面的效果器里先减一些音量，然后最后再来这儿再减一些，因为它的逻辑 Ableton 的逻辑是串联的，而 mixer 永远是最后的，哪怕你这儿最终有 limiter， mixer 都在它之后。
所以如果它前面已经产生了失真，你再剪它是把已经有了失真的这么一段声音振幅缩小了1倍，你后面在 master 在母带阶段稍微一加，那些失真又被显现出来了。而如果你提前就把这些什么 drive makeup 音量就先给剪了，那么就是失真没产生。对，那在母带端的时候，母带师就更有空间，因为它用来避免失真的办法肯定会比你更多一些，对吧？对，就至少我有的时候我有一些学生，他们的母带做的，我不是就是我觉得还好，方向对了，只是有一些小小的审美的东西啊。我有的时候我就会说，我给你做一版示范母带，你照着这个示范母带去做那个听感。对，做出来就经常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很容易就可以把它的响度给做到很大，而且没有失真。然后他一看，哎，你响度做的这么大，我也试试这么大。然后他做到这么大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可以听到失真了。我就会再跟他讲，我说你的这个可以往下压一下，响度你不用做到我的那个什么那么大，你可以稍微压一点。对，因为那个失真你给他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尝试一下，你听听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那地儿有问题，有可能听不出来。对，那就是这个点，主要乐器、主要轨道，在中混端生成 peak volume 负6 dB 的那个 audio 的时候，不一定非在 mixer 这儿减所有轨道减6 dB， 而是有可能去前面找有可能产生失真的那些参数，那些钮，减一些音量，然后最后再回到这儿来减合适的音量，这个就是避免那个失真的点。OK， 如果你已经听到这儿了，说明你很有耐心。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应该也是非常适合你的。就是如果你有志参与 HAM1 第2届的话呀，准备好吧。这个周六下个周六我们就开始面向公众报名了。我应该会先在 Alive Bar 发，然后在 Alive Bar， 比如说提前发个几个小时以后，再回去什么微博啊之类的地方发。对，所以你可以提前准备好。然后我们这一届的学费是19800，就比去年第1届涨了10%，押金还是9000不变。对，这个怎么讲？HAM1 第2届我倾注的心力可能没有第1届那么多，因为第1届我必须要同时批改所有的作业，而且同时还要修改教案。但是第2届的时候，就代表着说我的心态会更轻松一些，因为我们有作业批改员了。作业批改员就是第1届的优秀的毕业生，然后我把他们的名称称为忍队队长。对，为啥？就是因为他们不仅要负责帮你批改作业，还要负责你的心理健康，还要负责你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得帮你摆平。相当于就是一个卡卡西先生，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来解决。那这样的话，我相当于就有了更多的时间被解放出来。第一个就是我每天不会那么累的话，我的精神状态会更好，就教学期间我的状态会更好。第二个就是 HAM 的发行业务，我就有更多的精力去稍微兼顾一下，这样大家你看第1届我们已经有26、7个同学通过 HAM Records， 通过我们的厂牌，已经成功的以制作人的身份出道了，对吧？那未来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厂牌它给做得再好一点。厂牌的2个主要的目标，或者说我们厂牌的诉求，第一个就是让音乐制作人的收入中位数实现从0到100的突破。对，全世界的音乐制作人，如果你要算他们的收入中位数的话，都是0，对吧？你跟泰勒·斯威夫特俩人平均收入是1亿，这是没有意义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免费上传自己的音乐，靠版税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想一些办法把大家的收入中位数给提上来。第二个就是我希望搭建一个互助的协作的技术社区。就像目前为止好像似乎只有程序员世界里是有这么一个社区的，而程序员世界里一旦有了这个社区以后，他们迸发出的那种创造力、生命力
对，是难以想象的。我希望在音乐制作人这个地方也产生一些技术社区，因为坦白来说，我们的技术是不比他们要差的，我们要学会的那些东西不比他们差的，尤其是这些东西，如果一个按钮一个按钮的讲起来呢，全都是一些声学的东西。对，我们是应该有义务做得更好一点的。所以对，提前准备好。那这一期就到这儿，拜拜。